欢迎回到末世过河，我是查尔斯老查。上半段的节目里呢，我们把皇权臣民的核心拆解了一遍。话不多说让我们继续后面的节目。皇权臣民这一边讲完了，但故事呢却没完。那对面的一波呢，那些海外华人，那些反共反的最狠的人，我们也要猜一下。在这里可能有些朋友要急了，说老查你这就不对了吧？我们这也有些人在中国生活，但不代表我们同意这里的体制不代表我们就欣赏集体皇权和皇权臣民的双簧把戏。你这囫囵吞枣一股脑子把我们都成臣民了吗？没错这些在简中圈里面被称为觉醒者、大侄子、汉奸卖国贼的群体呢，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但是今天这个部分呢，我不打算展开讲，毕竟不是他们的主场，他们的存在呢，也对集体皇权和皇权臣民的系统起不了什么太大的干涉作用。比起他们那些海外的反共自由派人士呢，更值得研究。为什么？因为他们里头每一个人都有下面这些主要成分：一，原本可能也是皇权臣民，或者是皇权臣民系统中的一份子；二，长期被集体皇权感染、侵袭、塑造过的人；三，还有一些呢来到中国后，因为种种原因痛恨老共的人群，但这是少数。要让集体皇权加皇权臣民这张图完整，他们这一边也必须要讲。这一群我用民主自由反共辱华人士来称呼。这串称呼里面前面几个字眼呢，多半呢是他们自己认领的，而辱华这两个字呢，是对面那一边给他们贴上去的，很多呢不是他们自封的。把他们结合在一起，是因为这串组合放在一起呢，恰好构成了这个群体的核心标签：支持自由、支持民主、反对共产党、嘲笑中国人素质。四件事放在一起，一件不可缺。那他们呢，主要有三类来源第一类是结构性的受害者，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家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次的政治运动里受过冲击，父辈被打成右派，祖父被斗死，家产被没收，家人呢可能被抓、被关、被劳改。这一类反共是从身体里长出来的反共。你不能跟一个父亲在文革里被害的人说文革是立国期的意识形态对齐，他根本不可能接受这种分析框架，他也不应该接受。对他来说，老共不是一个政治概念，是一个具体的家族创伤代名词。这是个对立面，在动机系统论层面上永远不可能调和的部分。第二类呢，叫价值观反冲者。他们可能是1980年代之后出国留学定居工作的人，在自由民主国家生活久了，习惯了这套话语和制度，再回头看共产党做法呢，就觉得很多事不可接受，言论审查、新闻管制、维稳、抓人、对香港、新疆的处理等等，在他们的价值参考系里这些事是不能接受的，所以呢，他们也反共。第三类呢，是体制类的异议者。这些是近几十年里因为说真话、提意见，被老共的地方政权搞到没法继续生活的人，尤其是新疆、西藏、香港等敏感地区的异议者。也有一些近现代因为自己或者家人的言论或者行动触发了老共的系统警报而遭到迫害的人群。他们的反共不是从外部价值参照系里出来的，是直接被这套系统压在身上之后的反弹。这三类加起来构成了海外华人的反共主体。所以他们错了吗？他们的判断在他们位置上也是真实的、诚实的归因，和皇权臣民一样，他们的反共也是结构性的归因，不是被洗脑。但是必须冷静的、不留情面的指出一件事，他们的位置同样也不中立。为什么呀？因为这些人作为一个群体，本身就是选择偏差的产物，留下来的多是没事的，或者事虽然有，但是能忍的；跑出去的多是有事的，或者说他没事他也想跑，家里也有条件跑的。或者是说因为种种原因经常涉外，经常跑外面长期生活的人。所以这个群体的整体观点它并不是中国大陆14亿人的观点随机抽样，它是经过70多年的筛选之后剩下的那一部分声音。这部分声音不一定错，但其中有一部分它不能代表客观真相，因为它本身有结构性的偏移。举个例子我们在 YouTube 上看到反共声量很大，但在 YouTube 上你基本上看不到大陆的那些觉得今天过得挺好，那些去过国外但还是觉得中国更好的人，他们也存在他们的人数可能比海外反共人士多得多，他们的声音只是不会大量的出现在 YouTube 上。但有个例外，我们待会还会继续聊。总结一下，就是皇权臣民的位置是有结构根，民主自由反共辱华人士的位置也有结构根。两边都不是被骗的傻子，两边也都不是站在中立点上观察世界的人，两边都是在自己的人生路径里做诚实的归因。但是两边都觉得自己对，对方错，而且这种对方错的判断这些年已经渐渐从观点层面下沉到了身份层面、人格层面、素质层面了。很多人觉得皇权臣民和民主自由反共辱华人士之间的对立是观点不同，但其实不是观点不同那么简单。
是两边在不同的认知方式里看世界，双方啊都觉得对方的论证不值得听，这才是真正的水火不容啊。皇权臣民没办法理解自由派说的那一套，不是因为他们想象力有限，是他们觉得没必要。为什么没必要？因为他们吃得好喝得好，出门高铁移动支付网购次日达，在他们的体感里啊，这叫做遥遥领先啊。这里呢我得插一句啊，遥遥领先这4个字有些真有些假。高铁、移动支付、5G 基站、便捷的网上生活、丰富的文化活动，这些啊确实是真的，是中国大陆啊走在前面的。但有些遥遥领先呢是政治宣传，甚至有些啊是把别人的负面新闻拿来对比自己的正面新闻。你看美国每天枪击新闻，你看民主国家的国会天天打架斗殴骂街，你看美国的毒品蔓延街头乱象，你看旧金山洛杉矶的街头流浪汉，你看那些权贵丑闻黑幕，这些啊都是真的。但用一个国家最差的部分对比自己最好的部分，这根本不是公平比较嘛，这是一种情感工具。那这种情感工具为什么对皇权臣民特别有用呢？因为它满足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心理需求。有一个经典的例子啊，我自己在家可能吃糠咽菜，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是我家邻居家的二少爷有3辆跑车呀，他经常开到陆家嘴、外滩、三亚的露天酒吧，就像韩国人、日本人、新加坡人去炫耀，我觉得非常有面子。这可是我们家邻居家的二少爷啊，他在外面有面子，我跟着也有面子。这种集体面子的精神啊，是民主自由反共辱华人士完全无法理解的。自由派会说，你家吃糠咽菜跟邻居家的二少爷的跑车有什么关系啊？但对皇权臣民来说有关系，因为那是我们这个系统里出来的二少爷，他的跑车证明了我们这个系统里能出二少爷，这就是集体的面子。这就是为什么国家强大了我就有面子这种话在皇权臣民里特别有市场。这种逻辑啊，民主自由反共辱华人士啊是根本理解不了的。自由派的逻辑是个人主义啊，我吃糠咽菜跟邻居家的二少爷有什么关系啊？我要的是我自己能不能吃饱，能不能说话，能不能上街抗议。你给我看一辆我永远买不起的跑车，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更何况你的跑车、你的别墅是怎么来的？经得起查证吗？甚至完全不能细致的往下挖掘下去。两边的认知方式从根上就不一样。我们再看看民主自由反共辱华人士这一边啊，最早的自由派以前讲过什么？讲民主制度的好处，讲言论自由，讲新闻独立，讲分权制衡，讲法治，这些呢都是讲制度的。但大家最近这10年再看自由派的发言啊，调子变了，从制度好变成了找中国人的笑话。中国人素质低，中国人吵闹，中国人无理，中国人财大气粗，中国人都是土豪，中国人不讲卫生，中国人不排队。这些话听起来跟皇权臣民攻击美国的那套话，什么枪击、乱象、丑闻，结构上是不是一样的呢？都是用一边最差的部分攻击另一边的整体，这同样也是一种情感工具。自由派从讲制度退化成了讲对方的素质。说实话，这是自由派这边的一个暴露。为什么说这是暴露呢？因为讲制度，皇权臣民可能还会听一下，还能反驳一下；讲素质，皇权臣民立刻就关上了耳朵。你们自己过成个样，还看不起我？你们自己都是2等公民，被歧视的对象，我是站得直走得正的中国人啊！这么一来，本来还有可能展开的对话就立刻死掉了。而且选择这个路线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自由派人士他们也知道，改变老共、改变集体皇权和皇权臣民是不可能的，至少短期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只能靠唱衰、嘲笑、揭短来获得多巴胺的刺激。你说你不信啊？那我们今天啊就做个思想实验啊，同样是今天这一篇内容，以下2个标题，大家觉得哪个更有眼球啊？今天的这期节目呢，老查呢设置了2个入口啊。第一个呢叫做皇权臣民的塑造，并非3天2夜，你想象中的基本盘根本不是老共的动力。而第二个呢是中国人素质差的根源找到了，就是老共的胡作非为，打倒老共刻不容缓。之后老查呢会公布这2个入口的统计信息给大家来做参考。当然啊，我们也必须说，这不怪这些节目的火爆，因为随着网络的普及，部分爆出来的中国人在国内外的发言和行为啊，还有一些群体行为呢，确实下线在不断的刷新，从民间到官方，几乎每天都能产出大量热乎乎雷人的事件。今天呢我们就不展开了，油管、抖音、B 站上一搜呢也是一大堆。于是啊这2边渐渐水火不容啊。皇权臣民不是听不懂自由派，是觉得我没必要听，你们这些人都看不起我们，凭什么让我们听你的？而自由派们呢也已经不想再跟皇权臣民对话了，是因为啊你们这么没素质，跟你们说什么也没用，不如拿来取乐。于是只是退化到只剩攻击对方的素质了。两边都在用最差的对方构建自己的合法性，两边都不再讨论制度，只在比较体感，这才是真正的水火不容。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开始，就是这场水火不容的导火索。你接受这句话，你就在这边；你反驳这句话，你就在这边。
中间没有地带。所以问题来了，如果两边都不中立，那有没有一把不依赖任何一方立场的尺子？有，还真有。但在我们聊这把尺子之前啊，我们要先把节奏放慢一些，看看世界，看看历史，过去的几百年里都经历过什么。因为啊，任何一个大国在它几百年的历史里都摇摆过，我们啊要先把这件事讲清楚，再回到那个尺子。首先，罗马帝国从奥古斯都建立帝制，也就是公元前27年，到西罗马灭亡，也就是公元476年，约500年。他从五贤帝盛世到3世纪危机，盛极转衰啊，用了不到100年。他最终呢还是倒下了，是被他自己请来的雇佣兵的日耳曼部落呢推倒的。大英帝国19世纪是日不落帝国，二战之后啊，短短20年，殖民地几乎全部脱离。今天的英国不用说了，是一个二流大国，它的衰落不是因为战败，是因为治理成本的失控，加上殖民地民族意识觉醒。美国至今250年，1861年到1865年南北战争，建国后的85年啊，一场内战死亡了60多万人，整个国家差点分裂。1929年开始大萧条，建国后的153年，失业率高达 25%， 整整10年啊缓不过来。2001年911， 2008年金融危机全球波及，美国今天的状态也远远谈不上稳定吧，两党极度对立，社会撕裂，债务高企，外部霸权呢还遭挑战，它会不会扛过下一个50年，我们呢完全不知道。苏联它的历史近70年，从建国到崩塌69年，在崩塌前5年，也就是1986年呢，没有任何一个国际观察家能预测到它会在1991年解体。它的崩塌是内部经济失败、信仰崩盘、加盟国脱离3件事的叠加。在崩塌前的最后1年，戈尔巴乔夫啊还在试图改革，但是呢已经来不及了。老查列这些啊，只是想说一件事，大国都有摇摆时刻，摇摆它不能用来预言谁会倒，不谈摇摆也不能用来保证谁不会倒。摇摆呢是个常态，任何一个大国啊都逃不掉的。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主线啊，如果两边都不中立，那有没有一把不依赖立场的尺子？有，这把尺子啊听起来还有点搞笑，但它是真的，就是看谁命长。在用这把尺子之前，我们呢得先把镜头说清楚。用朝代论来看集体皇权，不是预测它哪天会垮，是说它的合法性逻辑，它的兴衰渐骤更像一个朝代，而不是像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所以啊，我们会用量朝代的尺子来量它。这一段可不是唱衰，是换一副眼镜。说到这儿，肯定有朋友会不爽，会说啊，你们这些海外华人啊，还在用王朝更替那一套看中国啊，你们是落后的。现在的中国的政治课啊，考研政治马克思主义原理里啊，讲的是唯物史观，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当然没错啊，但问题是唯物史观解释了社会为什么会变，但它不一定能解释得清楚中国为什么总是以相似的方式在变吧。这两个观点啊得分开啊。马克思主义讲的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旧的生产关系里容纳不了新的生产力，社会矛盾就会爆发，最后啊推动制度的变迁。这套逻辑是从生产、劳动、阶级和经济结构出发的，他问的是谁掌握生产资料，谁被剥削，哪一套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新阶级如何取代旧阶级。所以呢，当我们用唯物史观看中国，会很自然的看到地主阶级、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看到土地、资本、工业、市场和生产关系。我们呢也必须承认，这是一套很强的解释框架，但中国还有一套更古老的循环呀，那就是权力如何集中，官僚如何扩张，财政如何枯竭，土地如何兼并，民间如何失控，中央如何重新暴力整合。这套东西才是中国千年的传统，也就是所谓的王朝更替逻辑。它不一定关心生产力先进不先进，它更关心的是一个中央集权系统如何从高效动员走向内部消耗，最后啊被新的暴力集团重新压缩。这就是这两个解释的区别。唯物史观看的是生产结构的矛盾，王朝更替看的是权力系统的增伤。而这一集呢，我们用的是后面的这个镜头。这两套镜头啊不是互相否定的，只是看的东西不一样。好，我们回到命长这把尺子啊，它是什么意思啊？任何一个政治集团对他自己的合法性可以讲10000种故事。我们代表先进生产力，我们代表自由民主，我们顺应天意，我们赢得了选票，我们带来了繁荣，这些故事都可以编得很漂亮。但历史里最终只会用一把尺子来测量一个政治集团，这把尺子就是他活了多久，他治下的人活得怎么样。为什么是这把尺子呢？因为这把尺子不依赖任何一方的价值观，它不会预设民主好，它也不会预设专制好，
他不会预设西方对，也不会预设东方对，他只问两件事：你的政治系统能不能持续？在你能持续的时间里，治下的人是不是过了像样的日子？也就是说，持续加上人能活，这就是命长的完整含义。我们先用这把尺子看几个具体的样本美国如今呢250年了，明朝276年，清朝268年，中华民国114年。这里呢我们是按照政权的延续来算的，从1912年算到今天的台湾。这里呢我们并不是按它有效统治大陆的时间来算的，而中华人民共和国76年摆在这里，谁最年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年轻它在所有可比样本里政权时长最短。这意味着今天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是好政权，在历史尺度上是一个早期的判断。早期判断是什么意思不是说它一定会出事，而是说呢，现在我们就下终审判决，样本时间还不够。我们在明朝第76年判断明朝，那是1444年，那一年仁宣之治结束没几年，余荫还在。5年之后的1449年，土木堡之变，皇帝被瓦剌俘虏。但在1444年，没人预见1449年你在清朝第76年判断新朝，那是1720年，那一年呢，康熙快要驾崩了。康熙在位61年，已经创造了一个空前的盛世。但120年之后呢，1840年鸦片战争的开始。在1720年，没人能预见1840年那如果按照皇权臣民自己的隐含逻辑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皇权臣民是怎么论证它的合法性的？他们说他没倒所以他对；他们说他治国有效，所以他对；他们说今天的中国人日子过得还不错，所以他行。这些论证的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隐含尺子：一个政权只要还活着，还在维持秩序，治下的人还没有大规模的过不下去，他就在自我证明。他们没有明说，但他们把论证推到了底，背后隐含的其实就是这把尺子。那么按这把尺子量中华人民共和国会怎样呢？他还在76年完全没倒，没有过土木堡，没有过靖康之耻，没有过安史之乱，老百姓总体上还在过好日子，基础设施还在持续建设。所以这里我们要把话说清楚按皇权臣民自己的尺子，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刻是通过的。它不仅没有失败，而且还媲美各朝各代的盛世日景。这是一个诚实的结论哪怕它让一部分民主自由反共辱华人士非常不爽，但同样要说清楚任何一个朝代在他出土木堡事件之前，都觉得自己不会出土木堡。史书里写仁宣盛世怎么写的？万民乐业，府库充盈，四方臣服，是不是和今天的官媒一字不差清朝在鸦片战争之前100年，这是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是怎么样的人口翻倍，疆域最广，经济世界第一，是不是也和今天的官媒一字不差？在那之后呢，细节呢我们就不说了。所以皇权臣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倒是对的，说他没出大事也是对的，但对不等于安全。讲到这里，我们必须再多说一句，这不是在诅咒中国。刚才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讲所有大国的摇摆时刻，美国、罗马、苏联、大英，每一个大国都经历过自己的转折点，也都有过自己的仁宣盛世，这是结构性的事实，不是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党派的问题。我们这里提出这76年的观察期，是用动机系统论的视角对所有处在朝代早期的政权提出了一个结构性的判断，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按动机系统论的判断依然在中国的朝代序列里，它的命运曲线更像一个朝代，而不是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所以这条结构性的判断同样适用于它，不多也不少。讲到这里这一集真正的核心问题终于可以说出来了。我们上一集的老共非共立的是集体皇权这一端，这一集立的是皇权臣民这一端，两端合起来才是这个系统完整的样子。集体皇权加皇权臣民等于一个能运作的完整的政治系统。1949年之后，集体皇权立起来了，但前29年呢，他没能找到对应的臣民，他尝试用强制对齐，但是呢失败了。1978年他换了方法，他用换来的资本主义，用过好日子的承诺跟他的臣民呢做了一场和解。从那之后，新一代的皇权臣民才真正长出来，系统才真正的完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句话是这场和解的口号，他说的不只是历史，他说的是这场和解里臣民这一方要承认的功劳归属，他也是身份的分界线。接受这句话的人是皇权臣民，不接受的不是。这就是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也是为什么皇权臣民对他如此的敏感。你反驳他，你就退出了这场和解，你退出了这场和解，他们就视你为敌。那这场和解能持续多久？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用我们刚才的那把尺子来量，命长加上没出大事，目前这场和解还在持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还在，
过好日子还在继续，好日子会停吗？没人知道，它可能持续很多年，也可能在某个我们今天想不到的节点里停下来。这两种可能我们都不能排除，也都不能预测。这个问题啊，时间会回答，它不是20年，是100年、200年、300年，是当下能看得懂老茶节目的朋友，我们呐可能都无法到达的那一天。那时候的人会用他们的尺子回头再看76年时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他们看出来的样子不会是今天黄澄明看出来的样子，也不会是今天民主自由反共辱华人士看出来的样子，而是历史看出来的样子。而我们这一集要做的不是替历史下结论，而是把这把尺子交给屏幕前的你。最后啊，我想用4件事呢给这一集收个口啊，也是这4件事解释了为什么摸石过河这个频道做了这么多关于集体皇权、关于皇权臣民、关于老共的内容啊。但其实啊，我们从来不反共。为什么啊？大家想一下，就算今天中国共产党坐地改名了，叫做中国最民主的自由党，这问题就解决了吗？集体皇权的系统就坐地消失了吗？皇权臣民的思维就转换了？那肯定不会嘛。问题不在那3个字，问题在那3个字背后那套传承几千年又被现代国家机器升级了的系统。反这个标签不解决任何问题，换这个标签更不解决问题。所以摸石过河这个频道呢，不会做这种空账。第2件事呢，是中国到底有没有问题？那可能有朋友就不爽了，会说，哎，老茶你这么说，那就是说中国没有问题了呗？这是一个观点题啊。皇权臣民当然觉得没问题啊，至少没有什么不能克服的大问题。而民主自由反共乃至台独人士呢，觉得问题就大得不得了了，并且迫在眉睫。他们说的谁更对，我们没法替任何一方去回答，因为有没有问题它本身啊不是一个事实问题，是一个角度问题。从结构稳定性来看，中国目前还在运转；从个体自由度来看，确实呢有大量受限；从经济均衡度来看，问题很多；从国际竞争力来看呢，问题不一定大。从哪个角度看，决定你看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中国。所以我们的节目啊，只留下视角，剩下的呢，大家自己去判断。另外啊，中国大陆确实有很多值得进步的地方，比如说卫生、排队、噪音、对待陌生人的方式、公共场合的边界感，这些呢都是真问题。但是因为这些问题呢，就说所有的中国人都没素质，这也是一叶障目啊。有朋友呢，每次回到大陆或者在国外呢，都遇到过很多有素质、有教养、有思考、有同理心的中国人，他们也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份子。他们的存在证明了中国人不是一个均质群体。我们讲皇权臣民的时候，讲的呢是这个群体里最大、最有声量的一部分，可不代表所有人。更何况皇权臣民和没素质、没教养、没文化，它根本呢还不能划等号。这一集的节目呢已经佐证了。我是查尔斯老查，这里是摸石过河。下一集的革命党的摸石过河系列啊，会聊一个更深的问题：老共自己是什么时候发现共产主义是一个伪命题的？让我们下一集节目再见。